先抬起来，你等下那边帮忙扶好上，去。我就扶宝杆，拉那个重心高的地方，把它拉上来。松了要速度。对啊，我在那边停了一下，对，我看一下，再来后面的那个咬不住了。 These days the night shift cutie at the truck stop knows my name. There's a candle in the midnight oil lit up honky tonk highway. 哇！ I see the sun come up, giant in the bed. Gonna have my 所以他应该在制造效果。 when I lay my 触底了，前看。 to the 要 wicked 把 at 叶 least 子 for a few 切掉，啊，顺着。哇！等我，就坐一起啊，然后一边骑一边那个。哎，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又来骑车啦。经历了 Day One 的塔克 ADVR 的活动，目前是全身酸痛啊，然后眼睛有点水肿，应该是缺水吧。据说今天的活动我非常的厉害呀，可是呢还是很扑朔迷离，因为有人说是比昨天难了50倍，也有人说比昨天难1.5倍。哇，这个落差也太大了吧！总之是比昨天还难就对了。没有错，塔克 ADVR Day 2的行程就是要挑战准红牛罗马尼亚等级的 ADV 路线。简单来说，今天队伍将分为 A、B 两组，兵分2路，各自精彩出击，最后再聚集冠名顶后，再各自依原路折返基地。B 组的路线偏向山道以及轻度越野，保证让你束缚攻顶，再优雅下山。至于 A 组嘛，那都是硬派力攀爬，唯一能保证的就是没什么好保证。A 组的名额极度有限，全是由塔克教练团依据安全原则严选出的勇士。最后98位骑士被列入名单 ，but 我想塔克肯定是为了什么，因为他们这样把我也放进 A 组。说真的，有些事我不是忘了，而是压根不敢再想起来。顺带一提，塔克教练团中资深骑士杰哥也曾任我阿尔巴尼亚壮游的辅导长，所以当我和杰哥考普大叔一番推心置腹、沙盘推演之后，我心里大概已能预见自己撑不过第3个弯，于是我下了今天最理智的决定。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今天我就稍微屈一下，伸的部分就交给阿志。是的，舍 A 求 B 是我能给予 A 组最大的温柔。我预计跟着 B 组固定后，再尝试 A 组下山路线。我想这是冒险与理智之间最刚好的平衡点。万峦潮州，哇，那边很高大楼，很高的，很小个的爆大楼。在一番居高临下、气定神闲的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往更高的海拔挺进。直到看见那刻着泰武部的拱门，一切瞬间豁然开朗，茅塞顿开。Everything makes sense already。毕竟原南部越野界走跳的朋友都知道泰武林道以盘根错节远近驰名，更誉为小车的极乐天堂。但对 ADV 而言，却是难得的修罗战场。于是，在这里默默替 A 组勇士祈福的同时，我也顺便为大家转播几类阿志、李尚野先生在 A 组现场的奋战画面。这边出发上去300公尺就是第一个关卡，第一个坡。我只讲解前面，后面就是自己创造路线。上坡它是路面是湿滑的，不要想说冲快一口气就上，冲快上去你压不住后轮，就神龙摆尾就转倒了。请记得，我们的路线是橘色的线，绑在树上的线，上不去，原地等，我们会下来。不过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完成的。上面有机会，大家冲到上面的时候，深野会在一个休息点，我们会在那边强制让大家休息。尤其上面很多之字法甲湾、摊方的水洗沟、摊方段，我们还是带弯的，有风险，大家自己评估。希望大家玩的 enjoy。眼前的这一条硬耐力泰武林道，让骑士彼此同时面对耐力的消耗、体力的极限、判断的瞬间抉择。
以及经验所带来的冷静。每一次释怀油门，每一次重心转移，都不只是技巧展现，而是身心灵双重压力下的选择。这就是大型 ATV 在硬耐路线里最真实的磨练。另外 ，ATV 的车重更会将此刻任何小小失误放大成无法被忽视的危机，让每一步都游走在操控与失控之间。等我，等我，等我。OK。先夹起来了，头前面这个抓住。来，好。1、2、助理。 No。头前练，对啊，有。呀。好。好。太松了，要速度。对啊。我在那边停了一下。对。我看一下，再来后面的那个咬不住了。推力不够。对。要倒掉。太滑了，太滑了。一样位置，弹过去，对不对？太那个，你这样太慢了，速度太慢了。哦，要快一点哦。看。OK， 接下来换我要下场了。OK。 来到了不知道的哪一边。他说尽量往左，对不对？因为感觉好像，哎呀，因为这样比较干净啊。挡绳子，这个轮胎痕也看不到啊。哎，轮胎也没看到。对哦，来看有没有绳子。Green line，Orange line。等后面的。好，来一个，完全是轮胎啊。 上 ，Go。 再来，还往下压，来 ，1、2、3 ，1、2、3，啊，还没有，1、2、3。这个再帮我推一下啊。啊？这个一定会滑掉的。好 ，OK。也没有速度了啦，1、2、3，来，1、2、3。 OK。No。啊，
脚要大吗？没有啊。说尼德的，他就叫我说不要把离合器切掉。哦，顺着走。哦，顺着走，一档。 Keep the going. 一档。 The tire. Yeah. Keep the continue. one gear. Yeah, first get so. 不是 gear。 Slowly. Yeah. Keep the moment. 让它慢慢转。对。 RP. This is maybe the control the clutch is not good. Yes. Yeah. So sometimes so you a bit cut of A clutch. little bit 就是有一点点的切掉，一点点的没有。哦。 Sometimes stop tire and 来，1, 2, 3, go. OK。此刻 B 组的我们，其实早已在光明顶恭候 A 组多时。但我事后看到阿志公领的影片素材，也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画面，实在庆幸自己当初选择 B 组的这项决定。虽然我内心深处还有上车就像邻居的侧倾优势，觉得自己或许能够狼狈完成 A 组上山路线，但我更清楚，若我真的跟着 A 组硬上，那么 A、B 组在光明顶的相聚时刻，至少会被延后1倍以上。不过话说回来，我依旧非常的期待，能择日再战这条荡气回肠、像练歌般缠绵的伊乃里上山路线。 阿志手上来了！太强 ，easy。啊，所以这个属于香肠杯几颗星？应该是6颗星，6颗星啊！我刚听说了罗马尼亚的1/5，对不对？对，所以应该这样讲，塔克真的是帮我们南部的乡亲开拓一条比较少人在走的路了。哎呀，我知道还有更难的，整片的那个岩石片岩。哎呀，这个下次有机会带你们骑大车，我目前没有大车骑上去过了。哎呀，开心，应该是。 我那边上不去啊，那边只要你动力大一点就是滑。 A、B 组在光明顶短暂汇合，稍作停留之后，我也终于能浅尝 A 组的下山路线。胎压的部分我也稍微凭感觉，大概放到前后20 PSI 左右，以实现在土路拥有更多清晰的路感。比起上山，下山对我而言是值得试着挑战看看。少了动力门槛的压力，我只需要专注在正确的路线选择，以及维持好基本的平衡功。哦，线路还有表面呢。 哦，并没有。但由于我轮胎仍偏向多功能胎取向，这意味着我必须依赖更多细腻温柔的前刹制动力，才能以安全且可控的速度完成下坡挑战。对，你很慢，但是你不要急，我会等你。另外补充一个小心得，那就是后轮撇掉还有机会追得回来，但如果前轮撇掉，就真的只能从山上滚下来。所以前刹务必慎用，必须慎用。 OK， 第2段了。哦，他是下车，哇，蛮严重啊！哇，我只有这样撇下去。慢慢，顺着溜下去，哇，我脚都不对。OK， 我们这里需要帮忙。还有人。阿志，我们需要吃鸭子。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决定骑着 ATV 进入林道前，必须先充分理解 ATV 和轻量林道车之间存在着哪些差异。对我个人来说 ，ATV 最大的挑战，也是与林道车最致命的差异，就是车重。在林道的任何情况下倒车，不只是自己要吃力，很多时候甚至还得靠队友一起才能把车扶起来，把里程拉长。在长时间的林道征途，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消耗。此外 ，ATV 的体积更庞大。 普遍来说，转向半径更大，通过性也没那么灵活，特别是在狭窄的路况，微小的失误也可能瞬间放大，变成了大麻烦。越野常说，用身体去扭转重心至关重要，但在 ATV 车子惯性会更强，容错率也更低，这需要更多的谨慎态度去应对。ATV 倒车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往往比轻量林道车来得更加严重。
要帮忙吗？要大佬。哇，有点尴尬，我脚啊，该不会受伤了吧？左脚。真的是哇！你看你们抽出来，1、2、3， 1、2、3。因为有时候真的运气不太好的话，车坏事小，最怕的还是人员受伤。虽然我常看到 ATV 骑士们用笑声化解压力，但其实内心的准备与觉悟从来都不曾松懈。为期2天的塔克 ATVR 的活动来到了尾声，真的很开心，来自日本资深的 ATV 骑士3年先生能体验到台湾的 ATV 文化，期待彼此下一次更深度的交流。最后，我想掏出我的所见所闻，补充一些个人心得，还有望各路骑士们多多指教。首先呢，这是透过塔克 ATVR 的活动，进行了非常难能可贵的台日 ATV 文化交流。据这些日子以来，我与台日 ATV 车友们的交流，以及客观事实来看待台日两地的 ATV 文化的话，是能看出诸多共同点以及一些差异。ATV 越野在台湾与日本始终是个小众的存在，大约占了整体 ATV 市场3%以下。但正因如此，这波3%的骑士几乎可以说是最热切的冒险玩家。他们不是买 ATV 来代步，也不是以公路旅行为主，而是真正把 ATV 从公路骑进林道，再骑进未知，把多功能车的极限压榨到极致的一群人。另外，台日 ATV 文化几乎在同一时期萌芽，但在两地却长出了截然不同的枝叶。据才疏学浅，小迪克也是我的拙见。我所接触过的日本骑士，普遍严谨内敛、专注，习惯以目标为导向。所以我发现，许多日本骑士非常热衷于那些目标性强烈的国际赛事，尤其是 GS Trophy。我觉得这点可贵的是，这种渴望代表国家出战的信念，其散发出来的精神感染力，也能触动许多虽不打算参赛，但同样热爱 ATV 的骑士们。顺带一提，日本相关的车厂和品牌，似乎更倾向把 ATV 越野或者是说冒险活动视为一项运动的延伸，因此他们更愿意长期投入资源，由内而外推动这日本 ATV 文化的发展。先给它立起来，因为刚刚没办法弄。好 ，OK， 来，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啊，你变 Michael Jackson。1、2、3，下来，OK， 好，需要慢慢平衡。台湾 ATV 市场除了规模较小，相关车厂与品牌投入的资源也相对有限，所以那些愿意在 ATV 领域付出支持的台湾厂商，真的是有情有义，值得大大的 respect。不过撇开资源不谈，在台湾更耐人寻味的，其实还是法规面的限制，以及社会共场中那些说不清却又真实存在的束缚。这些因素都对台湾的 ATV 市场的发展相当的不利。依我拙见，至今台湾的 ATV 的热情，多半还是靠车友以及相关团体的热情努力，一点一滴撑起来的。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台湾的 ATV 文化反而展现出一种更偏向草根的氛围，更自由随性，也更具野性。这一点跟大多数日本骑士所散发出来的气质差异最为明显。
另外，因为参与了这次 ADVR 活动，我看到了塔克团队对于台湾 ADV 界的投入，他们以丰富的实战证明了 Adventure 并不仅是口号，而是用一次又一次挑战演绎出 ADV 的各种可能。我也衷心期待台湾各地的 ADV 团体都能够在未来透过国内外赛事、各式活动，去发掘更多有潜力的骑士，去鼓舞更多车友投入其中。毕竟，真正让台湾 ADV 文化持续壮大的关键力量，还是来自于每一位怀抱着冒险热情、勇于跨上 ADV 骑入林道的骑士。所以，大家用力推坑就丢啦！最后一点补充 ，ADV 的玩法从来都不只有一种。有人那种骑着 ADV 随性探索未知的角落，有人偏爱 Hard Enduro， 把极限林道当作试炼场，更多的人享受着用 ADV 去环游世界，寻找诗和远方。当然，也有人像我这样，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全方位去涉猎、去体验。光是想一想就觉得实在有够浪漫。OK， 我是柯宇斯，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啦，我们下次见，拜。